在一些玄幻影视剧里，我们常常听到阎王爷、18层地狱、牛头马面判官这些说法，仿佛那里有一个井然有序、等级森严的幽冥官府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套体系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？它是怎么变成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模样的？今天，我们就一起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构起来的。第一幕，西来种子，佛教的输入故事的起点，其实在遥远的印度。在佛教的宇宙观中，有一位主宰死亡与审判的神明，名为阎魔，或称阎魔。他是亡灵的审判者，根据生前的业力，决定其去向。伴随着佛经的翻译与僧侣的传法，这一域神奇，连同地狱、轮回、业报等一整套概念，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缓缓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然而，最初的它是孤独的。佛经中描绘的地狱景象虽然恐怖，但体系庞杂，并未形成一套整齐划一的行政架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片古老的华夏大地，自有其对待死亡与亡灵的深厚传统。第二幕，本土土壤，道教与民间信仰的根基。在佛教传入之前，中国的幽冥观念早已生根发芽。道家与道教提出了皇权幽都的概念，特别是泰山，被视为魂魄所归之处。执掌其事的泰山府君，是一位重要的幽冥主宰。道教本身也在构建其神阵体系，其中包含着对死后世界的管理设想。民间信仰更是丰富多彩，祖先崇拜、鬼魂观念、对地下世界的模糊想象，以及上有报的最朴素伦理观，早已深入人心。人们为亡者焚烧纸钱，供奉祭品，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需要用度，这本身就暗示着一个拟人化的地下社会存在。第三幕，历史性的融合，从南北朝到隋唐，当佛教的阎魔遇到中国的泰山府君和民间庞大的鬼魂世界，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文化融合便拉开了序幕。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地府体系的初创期和磨合期。雏形出现，南北朝时出现了地狱三王或五道大神等混合说法，阎罗王开始与本土神奇共事，共掌民权。这说明人们正在尝试将外来神纳入本土的信仰框架。关键催化剂，地藏信仰。唐代，地藏菩萨，地狱不空，是不成佛的宏愿广泛流传。它与地狱的紧密联系，极大地推动了对幽冥世界的关注与描绘。大量关于地狱的变文、壁画涌现，细节日益丰富。官僚体系出具，为了管理设想中无数的亡魂，模仿人间官府体制的地府官僚系统开始呈现。判官出现了，他们手持生死簿，负责稽查功过。鬼差出现了，负责缉拿、押解亡魂。其中，源自佛教经典的牛头狱卒，也顺应中国人喜爱成双成对的审美，配上了本土创造的搭档马面。第四幕，体系定型，唐宋的整合与大成。经过数百年的碰撞与交融，到了唐末、五代及宋代，这套体系终于走向了成熟与定型，成为我们今日所知的经典模样。十殿格局确立，阎罗王不再是一位，而是演化为10位，分居10殿，每一殿都有明确的名称。专职的阎王，如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阎罗王等，负责审判的特定时间段，如七七、百日、周年，以及掌管的不同地域。这10殿的设置，极有可能是为了对应并细化从死后到转生的完整审判流程，也符合中国文化中对数字10、圆满、周期的偏好。18层地狱层级化，佛教中名目繁多的地狱，被系统化、等级化的整合进18层的架构中，每一层对应不同的罪业，施加不同的刑罚，层层递进，严酷有序。这18层与10殿并非简单对应，而是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承接网络。文学艺术的固化，佛说10王经等文献系统阐述，而更强大的推广力量来自民间。宋元以降的话本、戏曲录、木莲旧摹、宝卷以及寺庙壁画、石窟造像、民间水陆画，都开始反复描绘10殿阎罗、18层地狱、牛头马面、判官审案等场景。这些生动直观的形象，通过视觉和故事，将这套体系深深地镌刻在了全民的共同记忆里。我们不妨深思，为什么中国人最终构建了如此一个高度官僚化、刑法化的死后世界？
一、秩序感的投射，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严密官僚体系与法律秩序的深刻认同。即使是在想象的世界，也需要有明确的职责、清晰的流程和公正，哪怕严酷的赏罚。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理想秩序的镜像与强化。二、道德教化的工具，这套体系的核心功能是道德劝解，它以最直观、最害人的方式宣扬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伦理观念，起到了约束世道人心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。三、融合创新的典范，十殿阎王体系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杰出案例，它完美展示了中华文化如何以开放、务实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，再与自身深厚的传统相结合，创造出一种既熟悉又新颖、既神圣又世俗的全新文化产物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提及阎王爷、下有锅、过奈何桥时，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迷信或故事，我们触碰的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融合史，是古代中国人对生死、道德、秩序等终极问题的集体思考与艺术化表达。这套体系或许不再被现代人完全信仰，但它早已化为文化基因，沉淀在我们的语言、艺术和集体潜意识之中。